最近有一个东西火到什么程度呢？深圳有近千人排队等大公司的工程师免费帮他们安装。小红书上500块上门带装的服务被抢爆，有人甚至喊出靠安装这个东西年入100万。但是很快，另一批人已经在花钱请人上门卸载了。这个就是 OpenClaw， 大家叫它龙虾。如果你最近有在刷任何社交媒体，你一定看过这个词。全中国、全世界都在养龙虾，但是就在全民养龙虾的同时，一件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。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讲了整整3个小时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整个华尔街都震动了。到2027年，光是 AI 芯片的订单就会超过1万亿美元。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这比很多国家一整年的 GDP 还多。更重要的是，黄仁勋直接说 OpenClaw 绝对是下一个 ChatGPT。This is definitely the next ChatGPT。然后他马上推出了英伟达自己的皇室小龙虾 NemoClaw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一个程序员的私人玩具能让全世界的科技巨头抢着入局？为什么英伟达要在自己最重要的年度大会上花大量时间讲一只龙虾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万亿美元级别的投资机会？今天这条影片我会带你看清3件事。第一， OpenClaw 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能火遍全球？又为什么一堆人在推坑？第二，英伟达 GTC 大会的真正重点是什么？黄仁勋到底在布什么局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这场 AI 大洗牌对我们散户来说，到底是危机还是机会？在接下来的 AI 大浪里，你的钱应该怎么摆？这条影片的信息量非常大，我建议你先点赞收藏，拿好笔记本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件事 ，OpenClaw 到底是什么？AI agent 大家都听过了，但龙虾跟以前的 AI 有一个本质区别。以前的 ChatGPT 再聪明，它也只是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大脑。你让它帮你订机票，它会告诉你步骤，但它没办法真的打开网站、填表格、付款。OpenClaw 做的事情就是给这个大脑装上了手和脚，让它真的能替你干活。它是一个开源的程式，由一个奥地利的程序员开发的。最早只是他自己的私人玩具，他想用 WhatsApp 给电脑发指令，让电脑自动帮他干活。结果他发现，接上 AI 大模型之后，这个工具能理解人话，操作浏览器，调用各种软件，比他想象的厉害太多了。他把这个工具开源放到了 GitHub 上，结果60天之内获得了超过31万颗星标。什么概念？Linux 操作系统花了30年才达到的里程碑 ，OpenClaw 2个月就做到了。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专门提到了这个数据，但是我要先说清楚它的本质。OpenClaw 的核心结构分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头脑，就是外部的 AI 大模型。OpenClaw 自己不会思考，所有的智能都来自它连接的 AI 大模型。模型越聪明，龙虾就越能干，但同时也会消耗更多的 token。你可以把 token 理解成 AI 的电费，用多少算多少。第二个是身体，就是 OpenClaw 的本地系统，它有3个核心文件：灵魂文件告诉它你是谁，记忆文件记录它学过什么，身份文件决定它能干什么。每次你给它下指令，它会把这些信息打包发给 AI 大模型，等大模型回复具体的操作步骤，再一步一步执行。第3个是耳朵，就是各种聊天软件 ，WhatsApp、微信、Telegram。你通过这些聊天工具给龙虾发指令，它就开始干活。所以你看 ，OpenClaw 本质上就是一个翻译官加执行者，它把你说的人话翻译成电脑能懂的指令，然后替你去操作。那它为什么能火成这样？第一个原因是门槛低到离谱。以前你想让电脑自动帮你干活，你得会写程式，但 OpenClaw 不用，你只需要用日常说话的方式告诉他，帮我查一下明天北京到上海的机票，帮我整理一下这个月的报销单，帮我监控一下这只股票的价格，他就去干了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普通人能真切地感受到 AI 在帮我干活。以前的 ChatGPT 只是陪你聊天，现在的龙虾是真的能动手。第二个原因是社交符号效应。根据 CNBC 的报道，中国在 OpenClaw 的采用率上已经超越了美国。百度在北京办安装活动，数百人排队；腾讯在深圳办活动，连退休的大爷大妈都来了。一个新用户在现场说了一句话，特别有代表性：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装了，我不想被落下。你看，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工具了，它变成了一个社交信号。你有没有养龙虾，代表你有没有跟上 AI 时代。就像当年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，你用不用 iPhone， 代表你潮不潮。第3个原因是科技巨头的集体入局，他们全部都在做自己的龙虾，连英伟达都推出了 NemoClaw。一场百虾大战正在席卷全球科技圈。当所有巨头都在抢同一个赛道的时候，
普通人自然会觉得这一定是未来的方向，我不能错过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这种心态在投资市场上也一模一样。大家一窝蜂追某个热门板块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讲。龙虾这么火爆，故事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就在全民养虾的同时，上门卸载龙虾的服务也悄悄上线了。越来越多人开始吐槽退坑，为什么？第一，门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低。OpenClaw 虽然号称说人话就能用，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程序员的玩具，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。你要让它好用，需要花大量时间去调教它的记忆文件，优化指令逻辑，甚至需要一定的编程基础。更严重的是安全问题。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超过4万个暴露在互联网上的 OpenClaw 实例，还有一个叫 Clawject 的零点击漏洞，意思是你只要访问一个恶意网站，你的龙虾就可能被别人劫持。ClawHub 技能市场上还出现了71个恶意技能包，专门散播恶意软件和加密货币诈骗。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加强警告，要求银行等敏感行业限制使用 OpenClaw。有用户说，我们普通人很难知道我们到底给了他什么权限，他又偷偷拿走了什么。第二，成本远超预期，不少人以为开源就是免费，结果上手才发现，龙虾每次思考都要消耗 token， 而 token 是要花钱的。有一个用户在 LinkedIn 上发帖说，我一觉醒来，发现账单上多了$120，龙虾一个晚上烧掉了800万个 token， 一个晚上$120就这样没了。而且龙虾越成熟，记忆文件越大，每次思考消耗的 token 就越多。如果信息过载，它甚至会出现失忆症和老年痴呆。第三，普通人用它的性价比太低。如果你是程序员，你可以让龙虾帮你写代码、调试程式，确实能省很多时间。如果你是电商老板，你可以让它帮你管理店铺、回复客户。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你让龙虾帮你查查天气、整理文件，这些事情你自己花2分钟就能做完，何必花几百块养一只龙虾？所以结论很清楚，龙虾对有资源、有场景、有能力的人来说，是真的能赚钱的工具。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现阶段的性价比确实不高。但是这才是今天最重要的重点。普通人放弃龙虾，不代表 AI Agent 这个方向是错的，恰恰相反，它代表的趋势比龙虾本身大10000倍。而这次的英伟达 GTC 2026大会里就讲到了龙虾。黄仁勋这次演讲了整整3个小时，他真正想说的只有一件事：AI 已经从聊天时代进入了干活时代，而干活需要的算力是聊天的1000倍。过去10年 ，AI 的运算量增长了4000万倍。你没听错，是4000万倍。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以前的 AI， 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回答你一段话，这叫训练加简单推理。但现在的 AI Agent， 不管是 OpenClaw 还是其他的，它不是回答一个问题就完了，它要自己拆解任务，自己规划步骤，自己执行操作，自己检查结果，遇到问题还要自己修正。一个简单的指令背后可能要跑几十轮甚至几百轮的推理。黄仁勋用了一个词叫 token 经济。Token 就是 AI 思考的基本单位。他说，未来 AI 生成的 token 数量会爆炸式增长，因为每一个 agent 每做一件事都在疯狂消耗 token， 而生成 token 需要算力，算力需要芯片，芯片需要英伟达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敢说到2027年订单超过10000亿美元。去年他的预估是5000亿，今年直接翻倍。那他发布了什么具体的东西呢？我帮大家整理了4个最重要的。第一， Vera Rubin 平台，这是英伟达下一代的超级芯片平台，今年下半年推出。它由130万个组件组成，每瓦性能是上一代的10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用同样的电能算10倍的东西。第二， Grok 3 LPU， 英伟达花了200亿美元收购了 Grok 公司，这是收购后的第一款芯片，专门用来做 AI 推理。它能把 Rubin GPU 的每瓦 token 性能再提升35倍。大家想想，10倍乘以35倍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第三， Kyber 机架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架架构，把144个 GPU 垂直排列在一起，提升密度，降低延迟，预计2027年出货。黄仁勋把 Vera Rubin 和 Grok 整合成了一个叫 Feynman 的新架构，实现了100%液冷，这就意味着散热和冷却板块会直接受益。他还发布了太空 AI 数据中心，用太阳能板供电，在轨道上跑 AI， 这代表航太和卫星板块也被拉进了 AI 的生态圈。再加上自动驾驶、工业机器人、医疗 AI， 你会发现 AI 的触角已经不只是芯片和算力，它正在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产业。第四，也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最相关的 NemoClaw。NemoClaw 是什么？简单说，
它是英伟达专门为 OpenClaw 打造的企业级解决方案。黄仁勋的策略非常高明，我给大家拆解一下。他先花了10分钟在台上讲 OpenClaw 有多火、多厉害，增长有多快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讲 OpenClaw 的安全问题有多严重，4万个暴露实例、零点击漏洞、恶意技能包。他把所有企业老板都吓了一跳，然后他说：“别担心，我有解决方案。NemoClaw 提供沙盒执行环境、隐私路由、进程隔离，所有这些安全功能都针对英伟达的硬件做了优化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经典的商业策略，先诊断疾病，再卖你药方。Reddit 上有人把这个策略总结得非常精辟，拿一个有机的开源运动验证它，指出它的致命缺陷，然后在你的芯片上提供修复方案。这就是黄仁勋真正在做的事情。他不是在卖芯片，他是在把英伟达变成整个 AI agent 经济的基础设施。就像淘金热的时候，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人，而是卖铲子的人。英伟达就是这个时代的铲子商。而且黄仁勋还预测了一件更疯狂的事，未来工程师谈薪水的时候，除了谈年薪，还要谈 token 预算，也就是公司分配给你多少 AI 算力。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 Kaspersky 前特斯拉 AI 总监、OpenAI 创始成员已经在做这件事了。他的 Auto Research 项目让35个 AI agent 在1个晚上自主运行，结果重新发现了人类研究者花了8年才发现的机器学习里程碑。1个晚上，35个 AI agent 抵得上人类8年的研究。这就是为什么 AI agent 不是一个噱头，而是一场真正的生产力大爆发。2026年2月26日，美国金融科技公司 Block， 就是 Twitter 创办人 Jack Dorsey 的另一家公司，宣布裁掉超过4000人。这不是裁10%、20%，是裁掉了将近1半的员工，从1万多人直接砍到6000人。Jack Dorsey 在公告里说了一句话：智能工具已经改变了公司的运营方式。更让人震惊的是市场的反应。消息一出， Block 的股票盘后暴涨26%，路透社的分析师直接称之为 AI 时代的标志性时刻。你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一家公司裁掉1半的人，股价不但没跌，反而暴涨。华尔街在用真金白银告诉你， AI 取代人工不是未来的事情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而且市场认为这是好事。根据研究，2026年开年到3月初，全球科技行业已经裁掉了超过4.5万人，其中大约20%，也就是超过9000人，直接跟 AI 和自动化有关。到3月中旬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5万人。OpenClaw 的设计者 Peter Steinberger 已经加入了 OpenAI， 在研究更强大的 AI agent 工具。Sam Altman 宣布 OpenClaw 将作为开源项目，由 OpenAI 继续支持和发展。各位， OpenClaw 只是初代产品，就像第1代 iPhone 一样，它很粗糙，一堆毛病，大批人退坑，但它指明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。AI 不再只是聊天机器人，它正在变成能替你干活的数字员工，而且这个趋势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快。中国政府已经把 AI 普及写进了国家蓝图，目标是到2030年让 AI 覆盖90%的行业。地方政府在发补贴，科技巨头在办安装活动。一个新的概念正在中国流行，一人公司，一个人加上 AI 就能运营一整家公司。有一个创业者说，人类员工需要休息，但 OpenClaw 可以24小时运转。管理咨询公司 Greenkern 的合伙人说得更直接，中国正在以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速度，把一个开源工具变成国家级的生产力基础设施。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AI 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忽略的概念，它正在重写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。你的持仓里有没有可能被 AI 颠覆的公司？有没有正在被 AI 赋能的公司？这些问题现在就必须开始认真思考了。这就带到今天最核心的部分，在这场 AI 大浪里，你的钱到底应该怎么摆？我先让你看一组数据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说这是机会。2026年开年到现在，标普500跌了差不多5%，纳斯达克已经接近修正区域，从高点回落近10%。中东冲突，油价突破$110，通胀担忧，降息预期降低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连续4周下跌，标普500甚至跌穿了200日均线。这是2025年5月以来的第一次，英伟达年初至今的指数暴跌了10%。如果你只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完了，现在不是投资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你把眼睛从大盘指数移开，看看个别板块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：记忆体板块，整个板块年初至今大幅跑赢大盘，有的龙头股今年已经涨了超过60%。Bloomberg 刚发了一篇报道，标题就叫记忆体是华尔街最爱的科技交易，而 Mac 7让人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的爆发式增长
让数据中心对高频宽记忆体的需求大到离谱，整个板块的定价权大幅提升。光学互联板块，这个板块里有公司过去1年涨了超过1000%，今年再涨80%以上。行业龙头自己说，现在的出货量比市场需求少了25%到30%，供不应求，客户排队等货。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黄仁勋在 GTC 上发布的 Kyber 机架，144个 GPU 垂直排列，这些 GPU 之间的通讯全部靠光学互联。AI 芯片越强，光学互联的需求就越大。电力设备板块，核电、清洁能源相关的公司，过去1年涨幅惊人。英伟达宣布与多家能源巨头合作，共同建设新一代 AI 工厂。消息一出，相关能源股单日暴涨4%到6%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数据中心是吃电怪兽。黄仁勋自己都说了，未来的 AI 工厂需要专属电网，谁能提供稳定、大规模的电力，谁就是这场革命的基建赢家。你看到了吗？大盘在跌，但这些板块在涨。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，你要找的是强势股。什么是强势股？简单讲，就是大盘跌的时候它不跌，或者跌的比别人少；大盘涨的时候它涨得比别人快，资金持续流入，走势比大盘强。这种股票背后往往是真正在赚钱、有护城河、被大资金认可的好公司。你再想想刚才讲的那3个板块，记忆体、光学互联、电力设备，他们正是 AI 产业链上的卖产人，不是在蹭概念，是真的在卖最稀缺的资源给 AI 产业。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，不是说故事的公司，是真的有订单、有收入、有利润的，这不是空气，这是真金白银。但问题来了，你知道哪些板块在涨，不代表你就能赚到钱。散户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看到一个板块火了，就一窝蜂冲进去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同一个板块里，有的公司涨了10倍，有的公司原地踏步，有的甚至在跌，你怎么分辨？而且整个 AI 产业链上下游，从芯片设计到晶圆代工，到数据中心，到电力基建，都在被 AI 重构。有些公司正在被 AI 赋能，利润在爆发式增长；有些公司正在被 AI 颠覆，商业模式在崩塌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个板块会涨，而是在这个板块里，你怎么找到真正的强势股？你怎么判断一只股票是真的强，还是只是跟风炒作？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场，什么时候该离场？这就需要一套系统的方法，不是靠看新闻，靠听别人报号码，而是靠看懂资金的流向、技术面的信号和基本面的变化。我把这些年来的投资经验，特别是如何在大趋势中辨识强势股，如何设定进出场纪律，如何做好风险管理，总结成了一套简单易明的系统。在我的银势技术公益课里，我会分享3个核心秘诀，帮你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和风控纪律。这堂课是完全免费的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马上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，了解更多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OpenClaw 的爆红和退坑潮告诉我们一件事， AI 正在从聊天走向干活，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。龙虾只是第1代产品，它很粗糙，问题一堆，但就像第1代 iPhone 一样，它打开了一扇门。英伟达 GTC 大会告诉我们另一件事， AI Agent 的爆发正在创造一个1万亿美元级别的算力需求。黄仁勋不是在吹牛，他是在用真实的订单数据告诉你这个市场有多大。而 Block 裁掉1半员工，股价暴涨26%这件事，告诉我们最残酷的一件事， AI 取代人工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实，市场不会等你准备好。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养龙虾，而是你要站在 AI 革命的哪一边。你是被 AI 取代的那个人，还是利用 AI 趋势让财富增值的那个人？我一直相信一件事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淘汰一批人，但也会成就一批人。互联网革命成就了马云、马化腾，移动互联网成就了张一鸣， AI 革命一定也会成就新一批的赢家。而作为投资者，我们不需要自己去造 AI， 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些正在被 AI 赋能的强势公司，顺势而为，在合理的价格买入，然后让时间和趋势替我们工作。你觉得在 AI 浪潮里，哪个方向最有可能诞生下一个10倍股？是芯片、云计算，还是 AI 应用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，我们集思广益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科技和投资趋势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你听，也请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，让更多人看到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